一位母胎单身多年的男士呀，这2天遇到了一个比高考还难的考试。周末呢，跟相亲女士出去玩了1天1夜，回来这个女士就说了不合适。她是痛定思痛呀，就是想不明白这过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这样的啊，男士今年是28岁，母胎 solo 多年，性格是比较腼腆的，是一名程序员。那上个月呢，家里给介绍了一位同岁的姑娘，做设计的。这个2个人呢，在这个月已经见了3次面，都只是简单的吃饭，偶尔呢去看看电影，彼此呀是都有好感，但呢也只是就是朋友的关系，突破不了。周4的时候呀，突然这个姑娘呀就跟这个男士说呀，周末想去威海玩，希望男士陪着，计划呀周5晚上走，周6晚上回来，说晚上走可以省时间。这男士听完就答应了。就这样呢，男士回家上网是各种搜这个威海好吃好玩的，做旅游攻略。男士把这些事儿也跟自己的好哥们说了。这好哥们就给他说了一句话：哎呀，你得好好表现，这姑娘明显就是考验你的。男士听完这句话他就记心里了。哎呀，怪不得突然单独约我出去，这莫不是故意考验我人品呢？说完呢，他就赶紧把原先给女士订的经济房改成了豪华大床房。那为了省钱自己订了一个特价房。你说这男人真的是特别体贴。哎呀，我都有点觉得很温馨呐。这周5就到了嘛，这男士就去接姑娘去威海，路程呢大约是2个多小时。这路上也是有说有笑，蛮开心的这一路到了晚上，这2人就去路边买了一些这个烤串和菜去了酒店，准备按照计划入住。谁知道女士说自己忘带身份证了，就没法去开房间，不行的话就要一个套房，用男士身份证入住，就是那种一个大屋里面2个卧室那种。男士一听就让女士放心，别着急，我去前台给你问问，我想办法解决。这去了前台一问呢，人前台说没身份证可以登记一下，现在公安都联网，是允许入住的。哎呀，就这样2人按照原计划女士住了豪华房，男士住了经济房。这住下之后2人就在这个女士的房间里面吃饭，毕竟豪华房间大嘛。吃饭的这个功夫这个姑娘就说辛苦1天了，要不喝点酒吧。男士一听就想着这女人一般都不太喜欢男人喝酒，这明显就是故意让我喝酒来考验自己的。他就赶紧跟姑娘说自己不会喝酒。那就这样呢，2人呢就简单吃了些，聊了一会儿，男士就回房间睡觉了。这个生怕这个印象不好，就也没敢多说几句话。这第2天早晨8点左右他就去这个女士的这个门口喊她吃饭。哎，谁知道人家女士说昨晚没睡好，今天补觉就不出去了。男士一听就有点着急了，那自己订了门票了，是不是今天出来玩的？难不成今天来这是睡觉的吗？这不是浪费了吗？最后姑娘就说说不去了，没有心情，说等睡醒了再说吧。谁知姑娘一觉睡到了3点钟，醒了呢，2人呢就简单吃了点饭呢，就赶紧往回赶了。路上的女士就问了男士一句话你谈过几个女朋友？这男士就说学校里不敢谈，毕业太忙也没时间谈，所以一直呢就没有谈过恋爱。然后女士就哦了一下，全程也没再怎么说话。送女士回家之后没多久就收到女士发来的消息，说2人不合适，就算了吧。男士就懵了自己小心翼翼的做的每件事情都很绅士，也很有礼貌，也没有逾越的地方，为什么不合适呀？哎呀，为什么不合适呀？男士是想了3天3夜然后想不明白就过来问我。哎呀，其实这个不合适的原因是男士弄反了女士的真实意思，究竟是想借旅游考验自己，还是想借旅游去发展亲密关系？女士能提出邀约说明对男士还是认可的，也是接受往下发展的意思。这2人可以在恪守礼节的情况之下，把关系进行质的提升。结果男士却弄反了，大家怎么看？今天上午我们班相亲会了，发生了一件特别狗血，结局呢又极其舒服的事情。有一位92年的男士是一名工程师，这个长相气质都不错，在表白环节就对一位长相漂亮的92年的姑娘表白。那他们俩的外形其实给外人看来属于很登对的那种，就是郎才女貌嘛。他跟这个姑娘表白说自己看到她的第一眼就觉得如沐春风一般舒服，那希望呢给个机会认识一下。但这个姑娘呢却说这个男士挺好的，谢谢你对我表白，但是呢我现在还需要再考虑一下。男士听完呢就脸色有点尴尬嘛，然后退到了后面。就在这个时候，
有一位女生啊举手示意说呀，自己想表白这个男士。这个女生呢是97年的啊，一名美术老师。她说自己啊留意这个男士啊好久了，男士的行为动作啊说话方式都很绅士。这刚才呢一起做游戏的时候，男士就会很照顾她的感受，自己在心里啊就喜欢上这个男士了。这刚才听男士啊表白这位92年的女士啊，自己心里啊还是有一些担心的，怕女士同意，也怕男士呢不喜欢自己。但听到92年的姑娘啊说再考虑看看，她呢就不想放弃了。她对男士说啊，如果你喜欢的姑娘不接受你，你可以接受我吗？我很温柔，可盐可甜，也会对你很好。你刚才照顾我的样子呀很暖，我也想有机会去温暖你，可以吗？那这个时候这个男士啊就有点受宠若惊，就脸上啊就能看出来很高兴啊。而那位92年的这个姑娘脸上就特别尴尬，脸色也比较难看啊，就看着个男士。最后男士就对97年的这个姑娘说呀，我同意，也表示啊两人可以认识看看。人家姑娘啊立马是特别高兴的，又跑又跳呀去跟男士牵手。就在这个时候呢，那位92年的那个姑娘呀就突然跳出来呀，开始作妖，跟这个男士说呢，我只是说考虑一下，也没有说不同意吧。那你这么快选择别人，未免有点太渣了吧？那如果现在我也答应你，你会怎样选择？这个男士啊就有点尴尬啊，就对女士说呀，既然我做出了选择，那就互相尊重吧。这姑娘听完就脸色啊，哎呀就很难看呢，转身就走了。相亲会呢也继续往下进行。虽然过程很狗血，结局啊却让人是极度舒适啊。我想对那位92年的女生说呀，不知道你所谓的考虑是希望以朋友之名继续考察对方，还是想看看对方有没有当舔狗的潜力？你是觉得男人的尊严分文不值，还是觉得自己做绿茶呀做惯了，看男人都很蠢，都得听你的？你丝毫没有对一个对你表白却爱而不得的男人有任何的同情心，反而难过的点呀是自己的虚荣心和面子受到了打击，备胎转身爱上了别人而不甘心。人呐不能太自私了，你给点小恩小惠当做施舍，别人就得摇尾感谢。当被别人彻底拒绝的时候，又说别人是渣，那就有点太不地道了吧。最近这半个月呀，跟我打听外国女生资源的男士是越来越多了。我也经常在评论区里啊群里看到了好多男士在讨论啊去这个国外找对象的方法，里面呢还有很多条件不错的男士。就有一个新闻采访呢，说一位这个俄罗斯的女研究生啊嫁到了中国山村里，和老公一起是种田耕地，每天呢都觉得是一种幸福。这样的婚姻状态呀是在中国多少男人羡慕的。特别是啊，现在男女光棍对立不可协调的局面下，一些国外的女生资源，像越南、老挝的，前几年啊就已经有报道进入到了中国的婚恋市场。那这几年呢，像乌克兰、俄罗斯等东欧国家的一些女生啊，也开始小规模的进入到中国婚恋市场。照这种势头发展下去啊，未来几年呀，国外女生资源呢，势必会对中国的相亲市场呢，是造成了一种巨大的冲击。当然呢，也会形成一种补充。咱们国家为了人口的发展，2胎3胎的政策啊都在变，现在成了全国催婚催生，但很多的女方家庭啊是依然对彩礼的要价呀是只高不低。相亲的姑娘呢也在幻想着通过婚姻呢当做跳板，或者是被毒鸡汤洗脑呀，欧巴的偶像剧啊看多了，没有自我认知，择偶要求呢又太高，所以现在啊女光棍的数量呢也是越来越多。而这些剩下的女光棍呢，大概率啊是绝对看不上那些剩下的男光棍的。最后男人们没办法，只能是另辟蹊径啊，去选择国外女生资源。究其原因呢，国外女生呢是择偶要求少，对房车啊也没有什么要求，也很少要彩礼的。东欧女生啊基本都不太要彩礼金的。这个东南亚呀，像越南等国家的这些女生呢，虽然要求彩礼，但是基本都是在1到3万左右。所以啊，找国外女生啊更加实惠划算。另外啊，国外女生在择偶的年龄上放的也比较宽，她们通常能接受啊年龄差距比较大的男生。当然对男方呢也会有一些要求，这跟他们国家的这个国民自身经济啊也是有一定关系的。甚至呢有一位89年的男士啊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家里做生意条件是真不错，都跟我提出啊想去国外找媳妇儿。我觉得这些行为啊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中国男人开始对国外的女生资源感兴趣，这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和后果？
姑娘们可以思考一下，尤其是大龄的女士，有一些危机意识呀，并不是坏事。